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呢，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富贵有福气的女人面相。人的命天注定，有的女人一生多福多贵，而有的女人倒霉一生。同样是女人，为什么有些女人的命很好，有和睦的家庭，令人羡慕的事业，而有一些女人却不管多么努力都没有好的事业，不管自己多么漂亮都找不到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男人呢？从相学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你没有富贵相。那么什么样的女人面相天生有福，是富贵命呢？今天小酱汁老师从相学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看看你在不在其中吧。一、人中清晰且身长。人中清晰且身长的女人生殖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未来成就且高。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表征，在相学中，人中也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这种面相的女人能够享受夫荫。二、眉形清秀弯长。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亮泽，没有眉毛过粗黑或者眉形不齐的样子，眉形不宜浓浊且带有腻毛。眉形清秀弯长的女子必多才多艺，性情中和，善解人意及心境开朗，在财运方面会有较大起色。三、眉棱骨福德宫肉厚骨实。眉棱骨微微有起而有肉，能够衬托其眉毛，这是标准的财运丰厚的面相。福德宫在眉毛上方约1公分左右宽的部分，是看女性的机会、财运和福气，以及能否得到老公疼爱的部位。眉棱骨福德宫肉厚骨实的女人，天生有福有缘，有德有才，既能够得到老公的疼爱，自身的财运也非常好，可旺夫旺家。此外，因为此处靠近迁移宫，因此福德宫生得好的女人能够在异乡发达，并且常有贵人照顾。四、唇如朱砂。女子的嘴唇红润似朱砂颜色，饱满，没有发污、残缺等等。这种女子在性情上比较中性，不容易大动肝火，在个人的发展中常有贵人、机遇等陪伴，如能够加以利用，可以在个人的事业、财运方面有不小的进步，属于衣食无忧的类型。五、牙齿整齐洁白。牙齿也是观察女性成为富太太标准之一。若要家庭美满，夫妻之间甜言蜜语，牙齿的密合要平整，不凹陷蜡黄，前凸后歪才是吉祥。女性得人疼。古谚云：齿如白玉，自然欢乐，财时自到，不用苦做。另外，利用后天的美白，亦可增加家庭美满。六、耳有垂珠。耳朵是福气的象征，代表一个人的财运。女性的耳朵高度适中，与眼齐或者高一点，光明润泽，柔嫩恰当，耳有垂珠，代表聪明伶俐。夫妻和合，主财源不断，以及拥有偏财运。这种女人在金钱运、朋友运和健康都不错。这种人不光自己有福气，就是她的家人也能接受到她的福气，享受到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自己的运势也会改变的美好幸福。耳朵端正，肉要丰厚，贴向后脑，代表你行动谨慎，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开拓人生，懂得灵活运用财富，越来越富足，财路亨通。七、鼻子高挺丰满。鼻直耳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的鼻相多半很有福气，有少奶奶命。在生活当中掌管权势，准头略微肥大而鼻梁骨坚硬的女人主万贯家资，准头最好黄润，皮肤不要粗糙，当然不要太大。通常嫁夫后食禄，也就是丈夫多数是官宦中人。有以上鼻相的女人会凭借自己的自信与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这种女人往往会得到丈夫的宠爱，幸福至极。八、眼睛大而清澈。眼睛要大而且清澈，眼睛黑白分明，目秀神清，主其人秉性坚毅，识大体，不急躁胡为，处事有条理。这样的女人是天生的福相，生来不知何为愁苦，是个惹人怜爱的女子，男人愿意为其花钱，深受丈夫的宠爱。九、
田宅宫开阔有肉，眉眼之间叫做田宅宫。假如女人的田宅宫生得宽阔明润，丰满有肉，无杂毛，要修，无凹陷痣和伤疤等等，其人会有丰厚的身家，而且很会利用人际关系赚取财富。如果再加上双眼有神，黑白分明，而且擅长利用公关机会吸引贵公子的注意，从而嫁入豪门，过上富贵的生活。10. 头圆相短。头圆的女子生性乐观，思想积极，擅长表现自身优势。头圆相短是指女子的头型偏圆润，没有明显的凹陷，如两腮深凹等等，肩长，如下巴肩薄等等，便可称之为头圆。而相短是指脖子不要过长便可。有以上面相的女子在财运上比较旺盛，容易有一些赚钱的良机出现在身旁。如果能够适时把握，在财运上便可年年有余，衣食无忧。再加上前额饱满，宽圆适中，无痣无纹，便是荣华富贵的象征。11. 发青黑如细丝。女子的头发应以颜色青黑亮泽，无干黄等不良发质为佳。这种女子往往运势处于稳中有升的类型，对于自身的发展也是比较稳定的，属于通过时间的积累变富贵的女子居多。12. 颧骨平满。女人的颧骨代表了女人的势力，如果颧骨凹陷的，那就是民间说的寡妇相，而颧骨高凸无肉的，那就是克夫相，丈夫婚姻难以长久。而颧骨平满有肉的女人则旺夫兴家，做人做事收放自如，守业能力非凡，一生会积累不少财富。13. 伏羲隐隐而起者，俊主命。伏羲是指从两眉之间到发际线上，处于额头最中央的位置的凸起，有硒骨凸起的女子往往家境不错，自幼受到如众星捧月般的爱护，生活十分安逸快乐，并且容易受到家庭的财力协助，而在自己事业上大展宏图，取得一番成功。14. 下巴丰满。在面相中，下巴俗称地库，掌管人的食禄、俸禄以及晚运。相书有言，风寒重仪，旺夫兴家。下巴丰满且有双下巴的女子属帮夫运面相中的福相，若女人下巴丰满是非常有福气的面相。这类女人很好相处，善解人意。下巴圆润有肉者属享受型面相，有领导才能，受人拥戴，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腮骨最好有点显露，但非突出的那种，要有肉包住才好，因为她们是标准的贤内助，相当体贴、开朗大方、温厚敦实，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虽说下巴方圆有肉的女人财库丰厚，但如果女人生得瓜子脸，配上眉毛细细弯弯，澄清月状，眼睛水汪汪有神，有着温柔似笑的眼神，鼻子秀气，声音温柔，唇形有棱角，也是一种富贵相。此类电力超强的桃花女，虽不具备大富的格局，但生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常吸引异性的注意，找到有钱人不难，最终亦因桃花运而致富。有些女性虽然桃花旺，但格局低，例声线粗，眼神不定，举止轻浮等等，虽有桃花，只是烂桃花，不主贵。总的来说，女子额头宽广饱满，发髻整齐，耳后贴不反耳，眉毛柔顺，鼻高且正，下巴丰盈，肤色白润，牙齿整齐，眼有神等，便是天注定富贵的命。但好面还要有好身，腰身不能太过瘦小，应该以稍微有肉感，屁股圆翘结实等，便是完美有钱又有福的女人了。具备这些特征的女人必定是富贵双全的好命。你具备以上特征吗？当然，面相算命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具体命运如何，还要结合个人的整体命理来看。好了，大家讲讲4种没福气的面相，从头穷到尾，入不敷出，没有出头之日。一鼻小无事，在相学当中，若是鼻子长得过于短小无气势，则对他们的事业、财运、仕途的影响会非常的大。但若是鼻子相对于其他的五官所占的鼻梁比较小，整个鼻梁较短，鼻翼扁小，则他们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很难会有啥太大的影响，日子过得不足，事业发展能力不强，往往也没有啥稳定的收入来源，日子过得辛苦奔波，
估计连自己的吃穿也都是问题。二、口小外翻，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嘴巴比例长得非常的小，唇薄无肉，则往往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上也常常是入不敷出的境地，经济实力不足，尤其是在储蓄方面的影响会非常的大，严重的还会有破财散财的可能性。而且嘴巴小的人还会非常的刻薄，对人说话也会非常的厉害，一点的人情味也没有，处处招人嫌弃，事业上也很难会有过于好的发展。三、耳朵短小，从耳朵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福气大小、智力强弱等。若是耳朵长得过于短小、单薄，甚至与没有耳垂，则往往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智发育一般都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免疫力会比较低，常常会在事业上没有啥太大的成就，身体方面的发展不足，能力运势也都是一般般，实力不强，注定就是辛苦奔波的命。所以耳朵长得不好的人一般都没有啥后福。四、额窄面小，从额头及脸型来进行看的，所说额窄面小指的是额头看上去比较窄小，无突出或饱满之象，同时从脸型上说属于脸型比较单薄，有明显的内陷区域。而通常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人，自己的运势发展影响会非常的大，个人的能力不足，本事不强，就算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也一定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行，一辈子都在辛苦奋斗当中。第二、四种不能嫁的男人相，脾气不好，没本事赚钱，三天两头吵架。一、嘴唇歪斜，在相学当中，若是男人的嘴巴长得歪斜不正，整个嘴皮子比较单薄，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用于此种面相的男人，他们为人刻薄，总是喜欢苛责自己身边的人，而且常常是口是心非，人前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所以别指望他们日后能够有啥太大的发展，自身的能力不足，本事不大，越是往后越是运势差，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会跟着自己吃苦受罪。二、额头低窄，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过于低窄，整个的发际线明显的偏低，则往往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自己的目光过于短浅，做事也没有啥长远的发展目标，会严重的阻遏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额头上有一些乱纹，从而导致钱财来去匆匆，自然也留不住啥大钱，左手进财右手出，很难会有积蓄，从而辛苦劳碌一生，成不了大气候。三、鼻孔外翻，鼻子为财，而鼻孔也就是我们的财库，若是鼻孔明显的外翻，则导致钱财外漏。而一般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男人，往往赚钱的钱比较多，但是花钱反而非常的多，根本就留不住啥大钱，属于典型的漏财相，花钱大手大脚，就算是给他们一座金山，也会被败坏光。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都指望不上，甚至还会依靠伴侣过活。四、下巴过尖，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明显的过尖，整个就像是被一刀切一样，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为人自私自利，总是喜欢算计，耍一些小聪明，就连自己的伴侣也会被他们给算计进去，从而导致自己的婚姻运势不足，甚至还会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境地。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都指望不上，能力上也会不足，完全就没有啥是非观念，日子只会是越走越窄。第三，女人5颗旺夫痣，一个比一个值钱，婚前有人疼，婚后不愁钱。一、眉内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眉毛内长有吉痣，则属于典型的暗财痣，命中主财富，属于大富大贵的上等好明显。尤其是女人此处长有吉痣，更是命中藏有暗财，对自己的丈夫的事业
财运、福气都会有非常好的影响。若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至少会保证钱财运势兴旺，不差钱，后半生有福气，能力兴旺，几代人都会跟着沾光，有非常好的福气。二、眼尾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眼尾的位置处长有吉痣，尤其是肩门处的位置，也就是夫妻宫所在，若是此处长有吉痣，则往往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会比较幸福，日子过得美满，极少会有太大的隔阂，以后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幸福，夫妻两人齐心协力。但若是此处长有恶痣，则必定会对他们夫妻之间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婚后的运势不足，少不了会争吵。三、鼻子长痣，鼻子为财，位于面部正中间的位置，代表的是他们个人的事业、财运等，而女人的鼻子则是丈夫的夫星。若是此处长有吉痣，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女人自己本身守财、聚财的能力都会非常的强，可以保证家庭生活过得富裕，少不了会衣食无忧，而且还会帮助自己的另一半飞黄腾达，早晚都会成就大业，自身的实力强大，越过越富有。四、左下巴长痣，下巴为财，若是在左下巴处长有吉痣，则说明女人的财富积累的会非常的多，个人的祖业兴旺，能力极强，而且还会保证实力强大。只要是把钱交到这样的女人手里，自然会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而且会把家里各种的家财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祖上兴旺，个人的产业也都会比较多，实力强，自身的能力更加的强，一旦成功，一定会大赚特赚。五、右耳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女人的耳朵处长有吉痣，则属于典型的福禄痣，一般的时候，他们为人聪慧伶俐，懂事孝顺，会把家里各种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的好，对外持家有道，对外必定会丈夫有极大的帮助，只要是抓住时机，说不定就能够飞黄腾达，必定会事业有成，早晚都会成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财富积累，日子兴旺，本事福气都不会差。第四，女人四种穷酸相，命里无财，家底败光，丈夫不疼，儿女嫌弃。一、悬针纹，悬针纹就是在印堂正中间的位置处有竖纹直接插入，有悬针破印，妨害六亲的说法，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为人比较刻薄，对待自己的家人也会苛责，做事比较鲁莽、冲动，完全没有耐心与恒心，干啥事都不会长久的坚持。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他们都会受到极大的挫折，身边也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二、人中平坦，人中位于鼻梁下方的凹槽处的位置，代表的是他们的子嗣、事业、运程等。若是女人的人中长得过于平坦，则往往她们自己缺乏责任心，总是喜欢推卸责任，在工作上也不会招人喜欢，日后难以升迁。而且她们自己的子嗣运势也都是一般般，属于典型的辛苦操劳之相，没有啥太大的福气。一般的时候很难会有稳定的时候，后半生过得凄凉，没有啥太大的福气。三、口大不收，在相学当中，若是女人的嘴巴长得大而不收，整个嘴皮子比较松，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这样的女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个人的能力不足，实力不强，总是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没有啥主心骨，所以他们往往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各种的嚼舌根，日子能力不足，干啥啥不成，还会招人嫌弃，所以越是这样越会招家人的嫌弃。四、眉稀生破，在相学当中，若是女人的眉毛长得过于稀疏，看起来比较单薄，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这样的女人脾气性格不好，而且喜欢招惹是非，总是把家里给闹得鸡犬不宁，经济方面的实力不强，
个人也没有啥太大的本事，甚至还会严重的影响到丈夫的事业，拖丈夫的后腿，以后的经济也不好。别指望这样的男人生活上会有啥太大的提升，只会越过越穷。好了，今天大家讲讲14种心机重的面相，千万别深交。人的性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中不乏一些心机重的。这种人为人性情比较恶劣、善妒、自私、虚荣等等。那么你知道在面相中哪些人心机重吗？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山根至鼻梁生暗纹。这里说的暗纹不仅指的是鼻梁的山根处到鼻头之间的部位长有一些不规律的暗色纹路，或者如黑丝一般的细纹，也包括鼻梁处气色暗淡呈灰暗之色。如果一个人面相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代表着面部的气血不够通畅。这种人大多性格已经偏执，思想僵直，不知道变通，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儿，经常把自己逼入到一种非常苦恼的心态，然后对外界产生愤恨和误解，思想非常的可怕，喜欢在心里丑化和算计他人。2. 扫帚眉。扫帚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头紧紧地聚在一起，但是眉尾长得却非常的分散，看上去整个眉毛就像一把扫帚一样。眉毛最能表达一个人的情绪，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急躁，做事容易冲动，而且好胜心极强，喜欢与人争斗，一旦争而不得，便会恼羞成怒，对身边的人乱发脾气，做事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属于有勇无谋的类型，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而且特别的记仇，体内又蕴藏着很强的暴力因子，属于非常危险的人物，尽量不要招惹。3. 人中过短，下巴短小。如果一个人的人中部位过短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思非常的敏感，为人也比较的小气，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或者被人无心的一句话而生气。长久如此的话，内心容易变得非常的压抑，容易对他人产生不满，人缘比较差。而下巴短小的人从小聪明的比较多，但是却非常的神经质，喜欢推卸责任，从来不懂得自我检讨，做事不踏实，整天里满脑子琢磨着怎么占便宜。4. 耳形过小而薄。耳朵主智力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耳朵过于薄小的话，这种人大多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做事缺乏大智慧和长远的眼光，而且心胸也比较的狭窄，处事也比较的盲目，缺乏主见，容易受到他人思绪的影响，而且耳根子特别的软，容易听信谗言，性格谨慎而小心，做事缺乏冲劲和坚持，遇到困难就容易畏缩不前，性格也比较的孤僻和固执，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喜欢算计别人，但也经常被他人算计，承受能力比较差，财运差，没福气。5. 左右法令纹深浅不一。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左右两边深浅不一样的话，这是由于长期喜欢扯嘴角所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皮笑肉不笑。这种人大多心思非常的重，性情也非常的不稳定，负面情绪非常的重，而且意志力薄弱，投机心理非常的重，喜欢算计，做事缺乏坚持和踏实，容易半途而废，也容易与身边的同事或者其他人产生很多的不愉快，人缘比较的差，事业受阻，家庭不和谐。6. 过尖的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过尖的话，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蛇精脸。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自私，也特别的喜欢思考，但是想的太多，行动力不足，做事持久力不足，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想要去得到，即使自己得不到，也会想方设法让别人也得不到。7. 嘴角下垂。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嘴角部位下垂明显的话，这种嘴型也称为鲤鱼嘴。这种嘴型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压抑和矛盾，负面情绪比较的重，而且特别的爱抱怨，疑心很重，整天疑神疑鬼，
脑子里装着很多事情，心眼儿非常的小，特别的爱计较，经常把自己不好的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自己不开心的话，别人也休想过得舒坦。喜欢以德报怨，整天挑剔别人的毛病，从来不在自身找原因。整天喜欢斤斤计较，一不小心就会立马翻脸。给这种人相处的话，会特别的心累。8. 四白眼。四白眼很好辨认，在生活中这种人也比较的少见。整个眼睛的黑眼珠较小，四周眼白较多，上下左右均有眼白外露。这种眼型的人一般城府极深，工于心计，特别的爱算计，而且内心贪婪，不知道满足，内心非常的不安分，心肠也非常的狠辣，眼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做事比较的绝情和冲动，经常容易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行为和举动，甚至还会连累到身边的亲人和朋友。9. 眼睛明显外凸。眼睛最能表达一个人真实的内心和性情。如果一个人的眼球外凸比较明显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健谈，平时看上去给人一种热情开朗的感觉，但实际上好胜心极强，有着很强的争斗心，脾气也非常的暴躁，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发起火来没有一点道理可讲，面目可憎，一言不合就会动手的那种，毫无理智可言，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人缘非常的差。10. 眉尾有痣。眼睛尾部的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夫妻宫，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感情运势。如果一个人的眉尾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头脑比较聪明，处事也比较的灵活，做事手段比较的高明，不过野心太大，缺乏自知之明，能力配不上自己的野心，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喜欢耍心眼，给人一种心机比较重的感觉。不论是对待感情还是做事方面，内心都非常的不安分，与这种人打交道还是小心为好。11. 鼻子歪斜。鼻歪即心歪。如果一个人鼻梁从正面看上去比较歪斜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术不正，内心非常的偏激，做事往往不按常理，并且个性比较的固执，喜欢强词夺理，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过错，决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或者建议，性格比较的冷淡和薄情，心机非常的深沉，让人看不透他们的真实内心和想法，所以生活中遇到的坎坷比较多，婚姻不慎。12. 口唇有珠。口唇有珠是指上嘴唇的中间位置看上去有一颗小圆珠，这种面相的人一般看上去比较的纯真和善良，但是特别的善于伪装，其实内心非常的狠辣无情，喜欢在背后耍手段，做出一些对人不好的事情，并且喜欢口是心非，嘴巴非常的硬，性格倔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好胜心极强，喜欢与人争斗，死不认输，并且特别的爱记仇，一定不能深交。13. 双眉低垂。眉毛又称情缘宫，代表了一个人对感情和其他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双眉低垂向下的话，这种人一般缺乏大智慧，智商不高，为人比较的缺乏主见，做事总是犹豫不定，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做事容易半途而废，遇事喜欢钻牛角尖，不懂得变通，内心比较的悲观，经常会自寻烦恼。虽然没有大智慧，但小聪明比较多，心机非常的深沉。14. 三白眼。三白眼既是眼白比较多，黑眼珠较小，黑眼珠的上方或者下方有眼白露出较多。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刚硬，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并且为人非常的主观和自私，喜欢把人想得比较坏，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容易看不起人，性格方面比较的高冷和傲慢，是非常看重物质和金钱的，而且还特别的容易记仇，有着强烈的报复心。如果受到的刺激比较大的话，容易失去理智，不可深交。如果你遇到这14种面相的人，一定要保持距离，不要和他们深交，不然在某一天他们就会对你背后捅刀子，让你后悔莫及。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